大家好，我是云飞。这咱不是15 Ultra 又快发布了吗？我过2天应该就是冲15 Ultra 的首发了。14 Ultra 也在手里用了1年了，这不就想着给大家来一期14 Ultra 的长期体验分享。我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也是真真切切拿着它拍摄咱们频道的视频，作为我们的灵活机位，有挺多实际用下来的一个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谈谈实际用下来如何，有哪些地方我觉得它好，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我是作为工作机使用，像日常的使用、打游戏这些，我这边确实是用的比较少，就会稍微的弱化一点。毕竟这是一个摄影旗舰，主要就还是影像为主。那么我们两说长，这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它的外观基本上的配置，我在这就过多的说了。就简单的给大家标一下，看一下。14 Ultra 我之前也是买了，对比起来的话，它的后壳是更平整了，然后就是这个巴黎士钉在14 Ultra 上面是比较协调的，对比14来说会好一点，但也是灰尘的收集器，我认为不算是一个成功的设计。而其他的像镜头的排布设计，我没有啥意见，就挺有辨识度的。再就是祖传的打坏榜的问题就还是存在，且存在感比较强当你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就忽视不了了，因为是工作机啊，我也基本上都是带壳的使用，所以目前的状态在我这里就基本上是一个99星的一个状态，且我的这个电池健康还是100%，就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它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升级就是2个长焦都标配了微距，这对于实际的拍摄来说是真的很香，直接就可以获得百微的一个效果。我们在实际的工作里面也可以直接使用它，获得很棒的一个拍摄效果，像一些简单的产品图片、微距视频都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来搞定，这对于快节奏的出片来说是真的很方便。而在生活里面，我拍摄的照片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但它作为一个相机来说，购买它的机主大部分都不会在它的拍照上面有什么怨言，就非常的出片，就非常的 nice。从我购买小米影像旗舰开始，我外出就很少携带相机了，都是直接使用手机拍摄，拍完就发朋友圈，基本上就不需要太修图，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今年几乎就没有使用相机专门的去拍摄生活的照片，这还是区别很大的。就是14 Ultra 的镜头焦段覆盖确实很全面，超广角、广角主摄、75毫米的长焦、120毫米的超长焦。以往我们外出旅游带一个相机，再带一个变焦镜头，重量就真的很夸张。而现在的手机全面且轻量，是真的很符合我们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且拍摄出来的照片现在来说也是挺好的，几乎没有人抱怨过画质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全然都没有问题啊，在一些需要 AI 介入的场景里面，就比如说人像，它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出片的，但依然会有滤镜匹配错误的现象当然更多的是同一个场景匹配了不同的风格，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用过的也应该都明白，希望小米在这块还可以继续的优化。不是一个机型15、14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当然95%的场景里面都是可以挑到合适的照片的，这点还是很棒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14 Ultra 的点，它是真的很出片。今年我在照片方面，我很少使用14 Ultra 的专业模式，因为直出配合人像模式已经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了。这我就不过多的说，我没长期使用过的功能，就还是很强大。经常用的朋友可以来说说你们的使用情况。那么接下来就是视频方面，这一块我说的内容就是会比较多了，因为我是真的长期的作为我们的拍摄机位，有太多的要说了。首先我很认可它的视频能力，不管是光圈的大小，还是可以4K 切换各焦段的拍摄，这都是挺好的。我目前用下来的规格就是4K 60帧，我也不太会去开启 HDR 和杜比世界，因为目前主流的媒体它并不太支持这些规格，我相机拍摄的画面也都是使用普通的4K 60，这点是我们的前提提要。那么我的主要拍摄场景是一些产品的开箱，我一般都会放在视频里面。用手机来拍摄开箱的好处是很多的，一个是方便，那么小小的一个机子重量又轻，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架设好机位，这是真的很方便。而且14 Ultra 可以调整光圈的大小，这在我需要深景深的时候我就开 F4， 需要有背景模糊的时候就开 F1.6。用专业模式拍摄是真的挺不错的，而且在拍摄固定机位的时候，专业模式还可以关闭防抖，获得更大的画幅，这也是一个小技巧。但使用专业模式调到主摄边缘有的时候会遇到奇怪的抖动，这个苹果是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某一期视频里面发现，就觉得很奇怪，在后来才知道，好像我拍摄的素材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我不说的话，其实一般也不会观察到，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就是为啥我喜欢在录制固定镜头的时候使用专业模式，不是为了装逼是因为视频模式的测光比较抽，且不可以自己切换测光模式。同一个场景，我们一旦有动
动作可能这个曝光就会切，且变化的比较快，就是不太适合用来拍这种稍微严肃一点的视频。当然，在需要切换镜头拍摄的时候，还是直接使用视频模式就行了，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现在的这个杜比世界14 Ultra 上啊，我这个14 Ultra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然后现在1倍它是有杜比世界的，2倍就是个裁切嘛，3.2倍它就没有了，5倍它就更没有了啊，就更别说这个杜比世界切换焦段了，它是直接裁切的切换的啊。但是我们的小米15，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小米15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有杜比世界，这是1倍，然后我们拍摄，它是可以切换镜头，2.6倍也可以切换，5倍它也可以切换，倒反天罡了属于是啊，你看2.6倍它也有杜比世界，5倍它有杜比世界，0.6倍它也有杜比世界，就很离谱啊。但这里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主摄和长焦它的颜色目前来说依然会有比较大的差距，4个镜头色调目前来说还是不太一致，主要是主摄切换到长焦的时候，这个在一些拍摄的时候出现就是会比较糟心也是后面15 Ultra 到手之后我会比较关心的点。我还是希望这个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感觉好像都在说它不好的点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点好的，它是有很多组合技能，就配合手机壳可以直接上微距镜头，当然其他的手机也可以上。它主要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点就是可以调整光圈，就很合适接这种探针微距镜头。我也使用这个搭配拍摄了很多产品，虽然放在大屏幕上可能不太够看，但在我们 B 站大部分都是使用手机观看，其实也还是挺够的，不会露馅，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用法。以上的一切都是基于小米14 Ultra 的硬件确实很强的基础上，拍摄开箱啥的不会有过热的情况，然后整体帧率也稳定，这才是我一直用的原因。当然之前我也分享过它和平板结合，然后使用平板直接调整参数开始拍摄等等，短时间拍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当我用久了之后就发现这样的搭配多了传输视频流这个步骤，14 Ultra 就有点顶不住了啊，会出现过热的情况，就还是不能长期的使用，就还是有点可惜的。这个方案我自己是挺喜欢的，可以无线监看也可以控制，我个人是觉得它在安卓阵营里面算是不错的影像旗舰。目前我就是用它来做一些简单的拍摄记录混在我的视频里面，其实观感也很不错。最后在视频方面，14和小米的旗舰都有个巨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优化，就是收音。不是说机内的，而是说外接麦克风。就目前来说，小米的专业模式是没有任何一个外接麦克风的设置，这对于安卓来说，我觉得大可做一个，因为目前外接麦克风的声音都会被自动处理一遍，声音就像是经过降噪处理一样。这个我作为创造者是很难受的一个点，我们也可以来简单对比一下，你们就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懂我的这个意思了啊。现在是佳能的 R6 使用大疆的麦克风来进行收音，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现在这个声音。现在是我们的小米14 Ultra 搭配大疆的 Mac Mini 来进行收音，然后大家听一下我现在的音色，然后听一下这个声音的感觉。现在是使用苹果13 mini， 然后搭配大疆的 Mac Mini 来进行收音，然后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现在的音色和现在的这个感觉。这个对比你们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听得出来，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一块稍微用点心，而其他的模式就比如电影模式、log 等我基本不用，我觉得还是先把基础的模式做好再去搞这些会更好一些。然后视频拍摄这一块我也是基本上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视频传到电脑里面， PC 就直接小米互传和有线就行了。而前段时间小米不是直接兼容了苹果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这就意味着我的工作流程更方便了，需要素材直接拍，拍完就可以直接投到电脑上，这对于补拍素材来说是真的很香。当然如果我们拍摄了大量的素材，还是建议直接使用有线传，随着它的效果还是 YYDS。 影像这块，这就是我1年的一个体验，可能比较的片面，我日常使用下来积累的一些我觉得好的点和不好的点都一股脑的告诉大家，希望会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大家有补充也可以直接在弹幕或者视频的评论去说。而接下来就是一些小米现在的弱项了。硬件我们都知道它很强，上面大部分问题也都是软件的问题那么现在的系统更新情况怎么样呢？就非常直观的来说，我是14和14 Ultra 都有，现在也有小米15了。我的感受是，不管是内测还是正式版，因为14 Ultra 买的人注定不会太多，所以在这方面的资源肯定是比不了14和15的，就比较的慢，功能也慢。
系统更新也慢，像是超级小爱，也就是最近版本才更新的，然后我又记起来了HyperMind，就更别说了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目前感觉是砍了，毕竟资源都去造车了。小米系统和软件方面，就是目前感觉就还是差点意思。然后我也观察到了大家反馈主要不满点就是一个续航，特别是升级了澎湃 2.0 之后，像是用的比较多的，就基本上从6个小时降到5个小时了，这点我的感知不太明显，因为毕竟不是当主力机，大家可以在弹幕说说你们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待机没电，因为我拍摄嘛，可能空个1-2天再用，经常一看就是已经到了极限模式，就是需要充电再使用，感觉大电池的感知不是很明显。而整体的系统方面，对于基本上的操作来说，肯定是很流畅的。我用的比较少，但用的时间长，就确实没什么卡顿的地方，有遇到卡顿也是录制到了快没电，进入了低电量模式，这点还是不需要操心的。然后就是日常使用，重心稍微好一点，但也依然挺重的。不过对于摄影旗舰来说，我觉得没啥问题。然后就是上稳定器，还是需要上正交3轴稳定器，像便携的那种就还是不能调频，长时间用不了。而游戏方面，我是实在用的少，且这么个大镜头确实握持比较难受，大家可以来实际的反馈。总的来说，小米14 Ultra 在拍照方面是非常强大的，我感觉没有啥问题。特别是现在15都在取景器方面加锐化的情况下，14 Ultra 这个物理的效果预览，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当然，在人像方面，如果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更完美了。而视频方面，安卓一直都在追赶，就确实14 Ultra 的硬件很强，我也是真真切切一直在用。就挺可以的，但依然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像小毛病，像外接麦克风等等。希望15 Ultra 可以有一些除了硬件之外的软件的优化。而在日常的使用方方面面，就依然还是 Ultra 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可以打电话玩游戏的小微单，我还是挺喜欢的。那么这就是我的这期小米14 Ultra 1年长期使用的分享，从工作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小米14 Ultra 的机主们也来可以说说你们的使用感受吧，更多的样本才能够帮助到更多后来的人。毕竟15 Ultra 出来之后，14 Ultra 肯定就更香了嘛。晚点我也会继续出小米15 Ultra 的一个首发评测和对比，可以来个关注。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